嘿，那就是 Ace。那今天我們就來特別一點，就聊一些比較特別一點、另外一點的東西。那就聊什麼？就是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韓服的那個官方網站的話，那韓服啊，今天是6月21號錄音，那他幾天前就發了一個是對於Lord Saiga 韓服下半年這個未來展望的是那個 roadmap， 就是那個更新路線圖啊，就是那個 roadmap 啊，他就公布了他接下來的下半年他準備要做什麼。那我看完之後就覺得非常非常之興奮啊。那他除了公布了之後的下半年他會出這個英雄的專屬武器之外，就是那個武器 skin 之外，這種大家好像都不太關心的東西之外，那他還公布了他會出2隻英雄，那一隻是一般英雄，那另一隻是一隻合作英雄，都應該就像拉比亞達那種的合作英雄啊。那對我來說其實也不算是什麼特別興奮的消息，那因為我是比較傾向這個遊戲先把這個遊戲平衡性弄好再說的那一邊的人啊。那但是，那如果只說到這裡的話，它其實也未必能令我覺得興奮。這次的那個下半年的更新公告，那其實啊，它最重要的是，它也說了，它下半年的2個季度，它會有2個大的平衡更新。對，那這個啊，是我覺得非常非常之感興趣而且興奮的內容。那因為啊，我是一個很注重這個遊戲平衡性的玩家，而且如果你是打那個競技場的話，你也知道，因為這個新版競技場的原因呢，很多的一些舊的英雄啊，在這個版本都變得非常非常之 broken， 或者是非常之做壞。所以的話，這次這個大型的更新，真的我非常之期待。那我猜啊，他說是 Q3 跟 Q4， 就是那個應該是第一次的更新應該在那個9月之前，那第2次的話應該是12月之前，如果沒錯的話。對，那還有什麼一些比較興奮的消息？那除了這個英雄的更新、武器 skin 的更新，還有什麼平衡更新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消息？那其實啊，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消息，就是他說會把這個競技場進行一個改版。那其實這個也是讓我覺得非常之好奇的地方。那因為大家知道，其實韓服啊，在這一年的年初才把這個機場來了一個大翻新、大更新啊，就是把這個電網系統加進來，而且把這個 ML 系統也加進來這個新版機場裡面。那我真的沒想到，他經過了這個短短的1年啊，因為他說是第4個季度才會進行這個機場的改版啊。那我沒想到短短1年間，他就主動提出進行第2次的機場改版。那因為大家知道，上一個版本的機場其實啊，已經在這個遊戲裡面運行了差不多14、15年以上了。那所以的話，這次的那個1年間啊，就來第2次改版，真的讓我非常非常之驚訝。那也是代表說啊，其實這個遊戲雖然不停的被很多玩家都稱之為這個快要死掉的遊戲，那但是啊，官方想把這個遊戲做得更好，這個野心呢，好像還沒有完全的熄滅，就是起碼看得出來，他好像還有這個動力想繼續做下去的，而不是把這個遊戲放在那邊，不停的出一些重複的商品來騙錢而已。對，就起碼還是有一點點的動力的。對，那而且啊，另一點的更新內容也是，我覺得是驗證了我這一點的猜想了，就是什麼？就是它其實有個新的更新內容，就是說他們會把這個訓練場系統啊，就是現在這個排名1、2、3，然後越高排名就拿到越多獎勵的那個系統啊，就是那個什麼用關羽跑步啊，用什麼蘇洛爬山的那個模式，那他好像說也是會進行這個改版，來讓那些新手玩家可以從這個系統裡面得到更多的一些教學啊，他好像是這樣說了。那也是看得出來，因為那個你也知道，這個遊戲對於新手的那些照顧其實不是特別的好，不論是這個新手的教程或者是一些新手的資源啊，都是非常非常之少的。那也可以看出來，官方是想把這個遊戲的一些新手更好的留在這個遊戲裡面。對，那但是你可能想說，這個遊戲真的還有新手的嗎？那其實這個疑問我很久以前也想過。那但是自從那個印尼服啊，那因為現在
官方政服的話，就剩下2個伺服器，一個是韓服，一個是印尼服。那我以這個印尼服為例啊，就是印尼服最近就推出了這個什麼周年慶的簽到活動，就是你簽到，然後到達某個里程碑的時候，就是人數到達某個里程碑的時候，就會拿到相應的獎勵。那這個活動它就有公布這個簽到的人數了。那我細心的看了一下，就是發現，誒，其實這個簽到人數其實也不算少啊。就是對於這個出了差不多20年都來的一個遊戲，它好像有2300多人進行那個簽到的活動。那據我所知是玩那個遊戲那麼久啊，這個遊戲的其實老手跟新手比例是完全失衡的。那你可能想說，誒，會不會是那個老手比較多？但是經過我的那個觀察，好像是新手玩家比較多，就是那些技術其實不是特別的好，但也是很享受遊戲的那種玩家，其實佔的人數是比我這種不停的瘋狂打架的那些玩家來的要多。反而我這種不停的衝排名、衝機場排名的玩家才是這個遊戲的少數啊。但所以的話，我覺得這個遊戲現在的做法就是，他們開始嘗試在那個新手的教程裡面着手，是讓一些新手的玩家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照顧，就是讓他們更容易上手這個遊戲。那另一方面啊，也是為了留着一些老手，例如說他做了些什麼，就是剛才所說啊，就是不停的進行這個平衡的改動，讓這個遊戲的一個戰鬥環境變得更好，而不是像這個10幾年前那個什麼剛出的聖獸跟這個神行者一樣，有一隻基本上之後可以打爆所有的玩家，而導致整個遊戲的環境都是在用神行者跟聖獸那種情況。那種情況，我相信官方也知道是不利於這個遊戲的持續發展的，所以的話，現在就不停的進行這個平衡改動啊。那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之好，而且也是非常之期待下半年這個王牌對決，就是 Lost Saga 的那個改動啊。對，那而且他好像另外就是剛才沒提到的是，他好像說也是會出一個新的裝備。那這個老實說我就不太期待了。那因為其實新裝備每次推出啊，都有這個非常非常之作壞的時期，就是起碼就我聽說，这是現在韓服有這個什麼呂布鎧甲，現在就非常之作壞。我聽說，因為我們印尼服好像是還沒有的，那就是現在韓服每次出這個新裝備啊，都效果都非常之誇張。我就來說，簡單來說是這樣。那所以的話，我對於這個新裝備的推出不是特別期待，但是也是順便提一下，讓各位知道一下。對，那大致上這樣，這個就是《王牌對決 Lost Saga》下半年2026年下半年的那個整體的更新啊。那基本上就這樣。對，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看法？那你有什麼看法想跟大家討論，或者是想跟我討論的話，也是可以在那個留言區跟大家說，或者是留言在下面啊。那我是會看的。對，那就來到這個影片的結尾了，第5回合。那其實這是那個對手又是我們的熟悉的老對手剃頭啊。那這次我就不說老朋友了，那因為自從上一次的試驗之後，我就不敢再亂說什麼老朋友了，除非真的好熟悉，我才會自稱老朋友了。現在我就不敢說了。對，那 anyway， 那我們來到這個第5回合。那這邊的話 SD 跟頭盔也開了，那我的盔甲好像沒開，那我相信盔甲應該會成為我這一局的那個制勝的關鍵啊。那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版本，哎呦，這邊的話他想把我噴裝，那這邊呢可以，那他的頭盔好像還沒好，那讓我直接抓到，那直接給他 Timekeeper 衣服，然後把它消技。那消完技之後，他基本上就失去了任何的反抗能力，然後就可以直接拿下這回合了。